1871年，西太平洋某处，一场台风撕碎了一艘商船，海浪把爱尔兰裔美国船长戴维·奥基夫冲上雅普岛的海滩。岛民从浪里救起他，照料他慢慢康复。等他能四处走动，奥基夫发现了一件怪事：这里的人并不穷，他们种地、捕鱼、宴饮、交易，可他们的钱竟然是石头。巨大的石灰岩圆盘，中间凿着一个孔，立在小路边和房屋外，有的小的像盘子，有的却比卡车还重。这种钱真的管用，而且已经用了几百年，比你口袋里的任何货币都古老。岛民从海里救起的这个男人，就要亲手毁掉他们的钱。不是把钱偷走，因为地球上根本没人偷得动。他做了一件更奇怪的事，他造出了更多石币。石头怎么能当钱？先要知道雅普岛上没有石灰岩，每一只石轮都要从大海另一边的岛上凿出，再用木筏和独木舟运回来。最大的石轮要几百个人才能搬动。得到一枚新石币是整个村子的工程，既危险又缓慢，还非常昂贵。可石币一旦抵达雅普，就会做一件你熟悉的钱从不做的事，它会停在那里，永远不再移动。石轮放在路边或屋外，人人看得见。如果主人想买一件贵重的东西，根本不用搬它。主人只要当着全村人的面宣布，这块石头现在属于另一个人，所有人便都记住了。整套制度就是这样，没有银行，没有纸张，也没有锁。你偷不走石币，因为真正的钱不是石头，而是全村人的共同记忆。20世纪初，一位到访雅普的学者记录了最能说明问题的故事。岛上有一家人，大家都知道他们很富有，因为他们拥有一块宏伟的石壁，只不过那块石壁沉在海底。几代人以前运石币回家的船遇上风暴，把它弄沉了。可这没有关系，人人都同意它存在，也都知道它属于谁，所以这家人仍然富有。一枚再也没人看得见的钱仍然可以花，因为钱从来不只是那块石头，钱是所有人对石头的共同认定。雅普石币能保值几百年，原因很简单，石币的总数几乎不会增加，岛上每一块石头都是几代人的劳动。再想想，最强壮的一支队伍一年能运回几块新石头，只是一点点。已有的存量始终远远大于每年的新增量，所以祖父年轻时能换来一场宴席的石币，到了孙辈手里仍然能换来同样一场宴席。就在这时，那个半死不活的船长养好了伤，奥基夫环顾四周，看见了发财的机会。岛上遍地椰子，而世界各地的肥皂厂和蜡烛厂都愿意高价收购椰子油。他只需要岛民替他干活，岛民拒绝了。照各种记载来看，他们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足。奥基夫带来的外国硬币对他们毫无意义，他手里没有任何东西是他们想要的，除了一样，奥基夫驾船去了香港，回来时换了一条大船，还装满了炸药。他经过雅普没有停，直接驶向采石场所在的岛。过去雅普人要用贝壳工具和汗水，花上几个月才能从峭壁取出石头，奥基夫却用炸药来开山。一只又一只完美的石轮，几天就凿好了，再用绞盘吊上船，运过大海。他提出用石币付工钱，让岛民替他采椰子。全岛因此分成了两派。按照书里的讲法，酋长立刻看穿了问题，而许多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至今还会忽略这一点。他宣布奥基夫的石币无效，因为这些石头来得太容易，只有雅普人流汗流血换来的石币才算真正的钱。可是岛上另一些人看着闪闪发亮的新石轮，还是接受了交易。椰子流向奥基夫，廉价的石币流向雅普，每多一块新石币，旧石币就会贬值一点。原本几乎不会增长的总量，现在迅速膨胀，而全村人的记忆也补救不了这个问题。几代人积下的财富开始一点一点漏走。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奥基夫的石币再加上工业世界的机器，就让雅普石币退出了货币舞台。那些石轮今天仍立在岛上，美丽而庄重，却不再是钱。阿莫斯把整本书都挂在酋长的那句判断上：容易制造的钱根本不配叫钱。雅普不是孤立，西非也发生过同样的故事，只是速度更慢，结局更加黑暗。几个世纪里，当地使用的钱是玻璃珠，小小的彩珠串成项链和手环，一代一代传下去，成为家庭的财富。这些珠子之所以是好钱，理由和雅普石币完全一样，
在玻璃稀少、制造昂贵的地方，没人能突然造出一大堆。后来到了15、16世纪，欧洲船只开始抵达西非，而在欧洲，玻璃十分便宜。商人发现当地人珍视什么，就把船舱塞满那种东西。书中写道，他们一桶一桶装入玻璃珠，甚至用来压船舱。接下来发生的不是一次抢劫，而是一场更缓慢、更可怕的抽血。每一颗廉价珠子都能买走真实的东西，粮食、象牙、劳力，甚至人的生命，可买家几乎没有成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地的积蓄流进了能够制造这种货币的人手里。这些珠子也得到一个历史没有忘记的阴冷名字——奴隶珠。看得见的崩塌是一场灾难，看不见的流失却能让整个社会在客客气气中被掏空。大海很快又讲了第3遍。在北美早期，殖民者采用当地的贝壳串珠，甚至把它定为法定货币。后来船造得更好了，人们能成吨捞取贝壳，不到1代人的时间，法律便放弃了贝壳币。牛和盐是人类最古老的2种货币，它们至今还藏在表示金钱的词语里。英文里表示金钱的一个词，词根来自拉丁文的牛，薪水这个词则来自拉丁文的盐。世间万物几乎都曾经当过钱，可几乎没有一样能一直当钱。为什么？因为任何能替人保存积蓄的东西都会成为一份诱人的奖品，而奖品一出现，全世界的人就会想办法制造更多，所以能存活下来的货币一定很难制造。判断它够不够难，只需要比较2样东西：已经存在多少，以及今年还能造出多少。奥基夫到来之前，雅普有几百年的存量，每年只添1点，很难增发。炸药出现之后，新增石币滚滚而来，钱就变得容易制造。西非的玻璃珠原本很难造，直到欧洲船只抵达，贝壳原本很难收集，直到船越来越好。技术一旦让某种货币变得廉价，它其实已经死了。剩下的问题只是持有它的人还要多久才会发现。站在海滩上的雅普酋长也看懂了最残酷的一层：当钱变得容易制造，制造钱的人会发财。奥基夫、玻璃珠商人还有掌握机器的人，可是为这一切付账的却是那些老老实实储蓄的人。他们没有做错任何决定，也没有遭遇一桩说得清的抢劫。可你一旦选择容易制造的钱，你的积蓄就会变成别人的收入。这就是陷阱。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摸索出路。石头、贝壳、珠子、牛、盐、铜、铁、银，技术一次又一次取胜。更好的船，更热的炉子，一根炸药，又一种货币死去。于是问题只剩下一个：整个古代世界，无论在哪片大陆，都在寻找答案。世上有没有一种东西，谁也无法把它变得廉价？有没有一种物质，无论到了哪个世纪，无论发明什么机器，都依然难以增加？答案真的有，而且只有一个。它不会生锈，不能种出来、酿出来、养出来，也不能凭空制造。人类开采过的每一点这种东西，几乎肯定还在某个人手中。可是凭着所有发动机、所有化学知识，我们从来没有让它的供应量在1年里增加超过小小一线。下一集，黄金为什么胜出？为了让你明白这不是古代故事，我们还要讲2位德克萨斯亿万富翁。他们在并不遥远的年代，用全部财富挑战雅普酋长的教训，最后花10亿美元才把这堂课学会。1979年，德克萨斯，纳尔逊·邦克·亨特和弟弟威廉坐拥常人难以想象的石油财富。他们认定美元已经不适合保存这笔钱。经历过70年代的人很容易理解这种恐惧。物价不断上涨，纸面上的积蓄每个月都显得更不可靠。亨特兄弟没有只买1点白银，他们按整座金库来买。银条、交割合同，还有市场上能找到的大量现货，都被他们收入囊中。赌法很简单，如果越来越多人不再相信美元，转而想要白银，银价就会上涨。银价越涨，想买的人就越多，而亨特兄弟已经握住了大家接下来都想要的金属。起初市场奖励了他们，白银从每盎司6美元涨到50美元，账面上兄弟俩赚了几十亿。厨房抽屉里的一把银勺也不再像餐具，倒像一张被人忘了兑现的支票。就在这时，他们的赌局撞上了世界其他人的选择。原本不值得开采的银矿，
又忙碌起来。废品商出钱收购烛台、托盘、旧硬币，只要打着银的印记，什么都要。$6是没有理由出售的人，到了$50，人人都有理由卖。亨特兄弟想让白银变得稀缺，可高价却在奖励其他所有人赶快拿出更多白银，价格崩了，兄弟俩损失超过$10亿。他们的错误不是挑错了交易代码，也不是进场时机差了一点，他们想把一种供应会伸缩的金属变成一处能让机具安稳停放的地方。1个世纪前，雅普岛的酋长已经看懂了这个问题。一种货币只要变得值钱，就会有人设法制造更多。这一集要讲的是唯一一种特别难被这样对付的金属。把亨特兄弟买的白银换成铜，原理更容易看清。一位亿万富翁认定铜能保护自己的财富，于是派人进场收购。他还没买完，铜价就涨了，而上涨看起来像是在证明他判断正确。可是铜并没有突然变得稀有，它只是变得更值得开采。价格一高，劳动力、机器、燃料和资本就会被吸引到矿区，去年不划算的矿井，今年值得开工。原本太难开采的矿藏也会有人重新勘探。世上的铜不是锁在房间里的固定一堆，而是大量埋在岩石里的金属，只等价格高到值得挖出来。早晚有一天，那些拿铜当钱的人也要买别的东西，于是有人开始出售。市场回落时，已经不是原来的价格，也不是原来的铜量。除了储户囤下的铜，还有一大批新铜，是他们的热情出钱请矿工生产的。最后进场的人只能抱着故事里最昂贵的部分，卡车一开动，财富转移就很清楚。储户推高价格，生产者扩大产量，新供应进入市场。想用铜保存财富的人，最后资助的却是大规模增产。没人需要为此开会，价格本身就是邀请。矿长看见加班值得付钱，投资者看见新矿值得融资，废品站看见旧铜值得分拣。每个决定单看都很普通，合在一起却把一次私人储蓄变成了储户不想要的更多铜。这就是考验。一种东西因为大家拿来储蓄，可以变得更贵，可如果生产者能用海量新货回应，它就无法可靠的保存价值。把两堆东西并排摆好，一边是已经存在的存量，一边是今年能够增加的产量。铜的第二堆可以迅速变大，黄金通常不行。黄金的第一个优势甚至早于货币本身，它能保存下来，不会锈蚀消失，不会在仓库里腐烂，也不会因为工具完成使命就从此不见。一只手镯可以融成金币，金币可以融成金条，金属始终还在。几千年前从地下挖出的黄金，很多今天仍在地面上，藏在首饰、金库、抽屉和王冠里。因此，黄金的第一堆无比庞大，它不是1年的收成，而是几代人不断添上一点，同时几乎没有黄金，永远离开人类世界的结果。第二个优势没那么浪漫，黄金无法用廉价材料制造出来。炼金术士花了几个世纪，声称自己能够点石成金，却从未成功。想得到更多黄金，只能寻找矿石，搬动岩层，从中分离出极少的金属。容易开采的矿藏用完后，还得一次又一次重复，价格上涨也不会让这些工作消失。更富的矿脉可能仍埋得很深，离得很远，或者冶炼成本很高。一座新金矿从规划到投产，往往需要几年。黄金会奖励挖矿的人，却不给他们一条捷径去稀释别人手里已经存在的全部黄金。几十年比较可靠的记录显示，全球所有金矿1年增加的黄金大约只占已有存量的 1.5%。 就算价格上涨，神奇的让年产量翻倍，就有存量也只会增长大约 3%。 持有黄金的人几乎感觉不到变化。现在再把亨特兄弟的赌局重演一遍。人们涌向黄金会让采矿更有吸引力，也确实会带来更多开采。可与世人已经拥有的一切相比，新黄金只是一股细流。人们涌向铜，却能换来一场洪水。决定黄金一次又一次赢得储蓄竞赛的，不是口号，也不是国王的命令，而是这种物理差异。白银很接近，所以它才能长期充当货币。白银价值够高，适合放进口袋，而用黄金买小东西，往往显得太贵重。但白银会变黑，工业也会消耗它，而且全世界增加白银存量的速度要快得多。纸面凭证一旦能处理小额支付，白银就失去了保护它的那份工作。亨特兄弟赌的是第二名已经足够接近，
公印的反应告诉他们还不够。古罗马把这个论点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凯撒时代的一枚奥雷金币大约含有8克黄金。这种金币从不列颠流通到波斯边缘，在共和国变成帝国的75年左右，它一直维持原有重量。商人可以查看，可以称重，可以知道里面究竟有多少金，而不用相信罗马刚刚发表的讲话。到了尼禄时代，皇宫发现一种更便宜的花钱办法，不必先请求百姓多缴税，把金币收回来熔掉，再铸上皇帝头像，只是每枚少放一点金，差额就能拿去花。第一次减量看上去很小，8克变成7.2克，后来的统治者拿走更多，先是6.5克，再到5.5克，硬币上的数字没有变，里面的金却少了。皇宫铸出更轻的金币，并不会让面包和其他商品凭空增加，所以物价上涨。统治者的回答是下令限制价格，商人按法定价格卖一条面包，就可能赔一条的钱，于是干脆不再把面包送进市场。按照书中的讲法，城里人买不到食物，只好搬到能自己种粮的土地上。罗马公民因此更加依附当地领主，也更加依赖当地收成。罗马衰亡有许多原因，历史学家至今仍在争论。阿莫斯的判断是，缩水的金币从其他问题下方穿过。一个国家如果能悄悄从货币里抽走价值，就找到了先花钱后舒服百姓付账的办法。在东方，君士坦丁的继承者选择了另一种答案。苏勒德斯金币含有4.5克黄金，一代又一代都没有改变重量。君士坦丁堡的商人拿到金币时，不用猜测里面的金是否从上个季节起又被削去一些。金币比发行它的统治者活得更久，商人把它叫做拜占特金币，带到帝国之外。后来的伊斯兰蒂纳尔也沿用同样的重量标准。西罗马的市场早已四分五裂，一枚熟悉的金币却仍让陌生人跨越语言、国界和世代做生意。最终，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也开始玩那套老把戏，金币又慢慢变轻。但那段漫长历史仍然重要。黄金不会让一座城市变得高尚，它只是给普通人一把足够耐久的尺子，让储蓄、合同和贸易可以跨过下一位统治者的任期。1252年，佛罗伦萨用佛罗林金币接过了这把尺子，作坊铸造出小巧而稳定的金币。威尼斯随后发行达克特金币。几代人之后，欧洲已有150多个城市和国家按照佛罗伦萨的标准铸币。商人赚到贵重物品，不必赶在冬天前换成土地、牲畜或者领主欠下的一份人情。他可以存下一枚金币，再次摊开手掌时，它的重量仍然代表同样的东西。银行在这种信任中成长，作坊、商路和城市也是如此。这本书把货币放进文艺复兴的宏大叙事，不过眼前一个较小、更扎实的事实已经足够：统一的金币让从未见过面的人也能一起规划更远的未来。佛罗伦萨商人带着一枚别的城市也承认的金币出门，不用拖着一箱混杂金属就能结清账目，还能把余款留到下一季。统一标准没有消除贸易风险，却从每笔交易里拿掉了一个多余的问题：钱离开视线以后有没有变掉？黄金赢得古老的货币竞赛，因为它难以毁坏，也难以制造，可它并不是完美的日常货币。隔着大洋付款，黄金可能沉船，可能被抢，可能几个月才能送到。拿金币买面包又显得面额太大，让国王掌管铸币厂，模具旁边永远放着同一个诱惑。几个世纪里，金、银、铜各自分担工作，黄金保存大额财富，白银处理较小的买卖，铜币则来到市场摊位。3种金属的相对价值不断变化，统治者也常常干预，而每次跨国付款都要请守卫护送金属上路。后来2项发明改变了这个物理难题，却没有改变下面的金属。电报让银行的信息比船只更早越过大海，铁路连接起过去相隔数日的城市。黄金留在金库里，纸质收据、汇票和支票却可以四处流动。黄金在距离和小额支付上的难题就这样得到解决。可这也埋下一个新危险，因为从此有人控制着金库，也控制着纸。危险到来之前，先看一个令人惊叹的瞬间。1889年，纽约，一位年轻女记者提着一只小手袋走上轮船舷梯，她就要环游世界，而且沿途每一个港口都会接受她带的钱。
1889年11月，哈德孙河的一座码头，25岁的记者内利布莱穿着身上的衣服，提着一只结实的手袋，走上轮船舷梯。报社给他一个挑战，把小说《80天环游地球》的主人公真正打败一次，他要用72天完成旅程。坐轮船去英国，乘火车穿过欧洲，经过苏伊士运河，再到西兰、新加坡、香港、日本，横渡太平洋，最后在大雪封路的美国坐火车回家。他独自赶路，速度惊人，那还是护照尚未普及的年代。最了不起的并不是这条路线已经成为可能，蒸汽船和铁路让许多在布莱祖父母听来像魔法的事都成为现实。真正了不起的是他身边那只小手袋。一个旅行者可以跨越12道国界，在陌生车站下车，递出钱来，还没开口就被理解。布莱的手袋里只有英国金币和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再没有别的货币。就这种钱，在地球上的每个港口都能花。科伦坡的码头工人、香港的旅馆老板、加利福尼亚的铁路售票员，看一眼便接受同样的黄金。他们不必认识内利布莱，也不必信任他的报社，只要认得纸币背后手袋里面的东西。金币有公认的重量，纸币则是兑换同样黄金的凭证。这份共同认可把一场费力的讨价还价变成一次普通购买，在他之前的任何世纪，旅行者都做不到。自1914年以后，也再没人这样做过。布莱绕地球1周，正好穿过一个短暂而奇异的窗口，那是历史上唯一一次全世界使用同一种钱。这一集要讲的就是这扇窗口如何打开，以及最后等着把它关上的那个缺陷。上一集结束时，黄金还有2个难题没解决：太重，搬运不便；太贵，不适合买面包。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人们没有绕开的办法。付款就意味着金属换手，不管要把金属运多远，商人想确认远方的顾客付得起钱，只能等待船只、信使或者金币本身。后来就在1代人的时间里，2种机器重新接通了世界。乡间银行里，一名职员敲动电报键，向几百英里外的银行问一个问题：你们保管着黄金吗？顾客还站在柜台前，答复就已经传回。窗外的铁路上，一只保险箱可以反向运送金属，不必每天下午横渡大洋，只要账户最终需要结算，就能安全便宜的移动。铁路可以把任何东西，包括黄金，送过一片大陆。电报却能传递一种比黄金更好搬的东西，关于黄金的信息。曼彻斯特的一家银行，现在只要几分钟就能确认汉堡的一家银行持有金属。黄金不用再为每一笔小交易奔波，它留在金库里，纸张替它旅行。钞票、支票、收据，每一张都是对某处黄金的兑换凭证，而那处金库既能到达，也能查证。日常生活因此发生了一个细微变化。买面粉的人不用带着一小片贵金属，商人也不用称重，只要一张纸从柜台上递过去。它的用处来自一条看不见的链，纸张连着银行，银行连着储备，储备又连着已知重量的黄金。只要这条链能够查验，轻盈的纸就能像沉重的金属一样行事。纸币也解决了买面包的难题，钞票可以印成任何面额，不论大小，于是人们不再需要用白银和铜专门处理小额交易。还记得吗？白银是那种供应可以泛滥的金属，只要矿山愿意，随时能挖出更多。纸张一旦能代表任何面额的黄金，白银最后一份工作也就消失了。早在这些机器出现以前，英国已经走在前面。1717年，负责皇家铸币局的人是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他对这份工作就像对万有引力一样认真。牛顿把英镑按固定比率锚定黄金，除了战争中的一次暂停，这个比率维持了将近2个世纪。货币之锚在现实中就是这样，一架铸币局里的秤，一个写下来的数字，再加上所有人相信明天的英镑和今天代表同样的东西，英国贸易在这只锚上成长。等铁路和电报线连接起世界其他地方，照着它来做，就不再像一场实验，反而像是加入最繁忙的道路。这场转向始于一场战争。1871年，德国战胜法国，要求法国用黄金支付赔款，也就是用人人已经想要的资产偿付战败的代价。德国再用这批黄金和英国一起实行完整的金本位制，法国随后加入，接着是荷兰、瑞士、
比利时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每多一个国家转换，下一个国家就更急迫。货币是一张网络，如果大多数供应商用同一种东西给合同定价，如果停靠码头的船只用同一种东西结算，如果电报线另一端的银行也用同一种东西做储备，那么留在网络外面成本就会越来越高。地图改变不是因为某个委员会喜欢金色，而是因为已经加入的国家让这套连接更加有用。到1900年，大约50个国家采用金本位制，就连没有加入的地方，市场上也流通金币。商人把英镑换成法国法郎，就像木匠把英寸换成厘米一样有把握，单位不同，下面的金属却相同。并非所有国家都转换，印度继续使用白银，中国也继续使用白银。西方国家让白银退出货币体系后，银价开始下跌，再也没有恢复。对一个用白银储蓄的家庭来说，这不是远方交易所里一个抽象的报价，而是慢慢发现同一个钱袋走进更大的世界，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持有黄金的外国人可以用逐年扩大的折扣买下以白银计价的土地和劳动力。1898年印度转向黄金支撑时，白银已经损失1半以上的价值。中国坚持到1935年，损失更大。阿莫斯认为，这两个伟大文明在接下来1个世纪里追赶西方，有一部分原因就来自这道货币伤口。你的钱在国内可以很难增发，到了国外却显得容易得到。一旦如此，国外那一边就会占上风。欧洲人把这个时代叫做美好年代，而它下面的数字简单的近乎可笑：1英镑等于 7.3 克黄金，1法国法郎等于 0.29 克。两种货币兑换不是在预测汇率下一步会往哪里走，而只是像英寸换厘米一样做算术。对商人来说，这会改变承诺的形状。他可以和大洋彼岸的供应商签一份长期合同，在货物离港前就知道每一笔付款代表什么。他仍要担心天气，要给船只买保险，还要防备顾客赖账。可货币本身不再是另一块不断移动的零件，不用每天早晨盯着外汇市场，也没有一场汇率危机悄悄藏在订单价格里。在这些承诺周围成长起来的城市，满是喧闹而实用的新事物。有轨电车从更远的地方接来工人，电话接线员让过去只能等待书信的人立刻彼此相连，电梯把高处变成可用空间，电影第一次在银幕上闪动，外科医生拥有精密器械和实验室，而这些东西绝不是一个好年景的利润就能建成。按阿莫斯的列举，现代世界的大量发明都诞生在那个时代：汽车、电话、电梯、地铁、录音、电影、动力飞行。自来水和集中供暖进入普通家庭，这2项发明对抗疾病的作用比大多数医学成果还大。心脏手术、输血、心电图，这些想法都需要多年安静工作，最后才能帮助任何人。他的解释不是金币自己发明了电话，而是一种能够保值的货币，会让人更愿意储蓄。海量耐心的积蓄可以支付铁路、实验室，还有几十年后才有回报的发明。这项主张真正谈的是时间。一个社会如果能把今天的劳动带向未来，就能容纳那些回报来得很晚，甚至晚于创始人一生的项目。这种力量也来到最普通的家庭。工厂下班后，一名工人可以把2枚金币放进铁盒，为孩子存下，再盖好盖子，搁在厨房架上。盒子里的价值不是维持1年，而是维持1代人。普通人也能把自己的劳动带过时间。比飞艇和歌剧院更能说明美好年代的，其实是这只小小铁盒。可是纸币有代价，只要发挥作用，黄金就必须集中。家庭把金币存进银行，金币离开厨房铁盒。乡间银行要让其他银行相信自己，又把部分储备继续上交。保险箱坐上火车，驶向首都。到19世纪末，过去在人们手中流转的金币汇集到地球上几十个房间里。金本位制不再意味着百姓手里有许多黄金，而是黄金在银行金库里，再集中到各国中央银行的金库里，上面流通着纸做的承诺。风平浪静时，这种安排效率极高。1枚金币能够支撑大量贸易，因为每次付款不必真的交出那枚金币。问题就在风平浪静这几个字。纸面凭证有用，是因为持有人相信只要提出要求，它就能变回黄金。
银行发现平常日子里同时来兑换的人总是很少，所以他们可以发行超过金属储备的凭证，只要小心一点，悄无声息一点，大多数时候也不会出事。整台机器依靠信心，节省了原本应该保证信心的那种东西。英国钞票被全世界视为黄金一样可靠，可英国保有的储备只占本国纸币的一小部分。职员仍能回复电报，店主仍愿接受钞票，但承诺真正的考验不是一个安静的下午，而是所有人同时前来兑现的那个早晨。上一集结束时，铸币模具握在国王手里，这套制度更好，却也是同一件事，只隔了一层，国王的模具变成银行家的金库。整台闪亮的机器建立在一个承诺上，纸币和黄金一样好，只要拿着钥匙的人选择让它一直如此。书中的说法是，黄金没有办法强迫他们守约，只能信任。这个承诺维持了43年。美好年代不是慢慢褪色，而是在一个夏天里突然停止。1914年6月，一位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几个星期内，欧洲列强相继动员，彼此开战。花园餐桌旁，人们说话时仍以为这场短暂中断之后，旧世界就会重新启动。战争并不新鲜，金本位时代见过战争，也打过战争，而且总能迅速结束。欧洲每个政府都认为这一场也会在圣诞节前结束，报纸把它叫做一次夏日远足。可每个政府需要的钱一旦超过普通税收能够筹到的数目，动员就不再是短暂中断。军队需要粮食、钢铁、火车、弹药和军饷。政府如果仍允许每位公民走进银行，要求兑出钞票背后的黄金，就无法许诺这一切。一个接一个，参战国做出了这个时代前所未有的事。每个政府都走向自己的金库，那个保存着本国公民共同黄金的金库，然后把手伸向钥匙。下一集，1914年的圣诞前夜，在战壕之间冰冷的泥地上，德国和英国士兵爬出来握手，还踢了一场足球。如果真正上战场的人也希望战争在圣诞节前结束，他为什么又打了4年？1914年圣诞前夜，西线战场刚形成5个月，一道由泥浆和铁丝组成的伤疤已经从北海滑到瑞士。天黑以后，英国士兵听见德国战壕里传来歌声，德语唱着圣诞颂歌，旋律却是他们熟悉的。敌军胸墙上亮起一盏盏灯，几名英国士兵也开口回应。白天还隔着步枪准星互相盯着的人，现在越过泥地，彼此送上圣诞祝福。到了早晨，双方士兵违抗命令，翻过胸墙，走进无人地带。他们缓慢靠近，双手放在看得见的地方，然后开始握手。香烟、纽扣、罐头牛肉在彼此手中交换。有些德国士兵战前在英国工作过，会说英语。他们问起伦敦，还告诉英国人自己住过哪条街。在前线的几处地方，有人拿出一只球，地面布满弹坑，冻得坚硬。没有裁判，没有正式球场，也不存在一场宏大的官方比赛，只是士兵们在2条战线之间踢球。而就在前一天，他们还在那里互相射杀。停火没有结束战争，也没有传遍每一道战壕。军官拆散聚会，炮火再次响起，有些部队从头到尾都没有停战。但这个早晨揭开了一件军报掩盖的事，只要出现一次无人看守的机会，许多真正打仗的人选择埋葬死者，交换纪念品，然后踢球。5个月前，报纸许诺的是一场短暂而凯旋的战争，人人都能回家过圣诞，连将军也这样相信。可战争又持续了4年，夺走数百万人的生命，推翻4个帝国，还让历史学家争论至今。这些牺牲究竟换来了什么？战争爆发的原因当然不止金钱，可是最初的信心，第一批志愿兵，第一笔国库资金都耗尽以后，泥地里的士兵已经证明停火可以如此容易。那又是什么让每支军队仍能源源不断获得补给？第一声枪响后的几个星期里，所有参战大国都做了同一个决定：英国、德国、法国、奥匈帝国、俄罗斯相继暂停了用纸币兑换黄金的权利。星期一装在人们口袋里的钞票看上去和星期五一模一样，改变的是背后的承诺。暂停之前，钞票不只是法律宣布的钱，也是一张兑换凭证。把足够多的钞票带到柜台，银行本该交出固定重量的黄金。这项权利给纸币垫上了一道物理限制。政府可以发行更多承诺，
但信心一旦动摇，公民就能拿着纸币前来，把抽屉里的黄金兑空。1914年8月，银行柜台贴出告示，装黄金的抽屉被搬到地下，金库大门随之关闭，几乎没人抗议。战争正在进行，而且大家相信圣诞节前就会结束。暂停兑换改变了政府付账的办法，它可以征税、公开拿走钱，可以发行债券借款，请公民用积蓄换取未来偿还的承诺，也可以花掉国库已有的黄金和现金。每条路都有看得见的尽头。税收会遭遇抵抗，贷款人可以拒绝，储备迟早会耗尽。兑换一旦暂停，就出现第4条路。即使下面的黄金没有增加，政府也能创造更多纸面凭证。第一批新钞票用昨天的价格买下军装、粮食、钢铁、火车和炮弹。直到后来，公众才发现更多钞票正在争夺同样多的商品。战争成本以物价上涨、汇率下跌的方式到达，再分摊到数百万个家庭。没人收到一张账单，上面写着这是你应付的战争份额。面包师只看见面粉越来越贵，家庭只看见每周的工资袋，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官员可以先责怪囤积者、奸商、欠收或者敌人，公众很晚才会想到印钞机。历史学家列出战争持续4年的许多动力：同盟关系、民族主义、征兵制、工业武器，还有不肯认输的政府。阿莫斯的判断谈的是燃料。印钞让每个国家在普通财政本该逼他做出更艰难政治选择之后，仍能继续购买士兵和物资。隔壁还留着一把尺子，瑞士保持中立，也继续与黄金挂钩，所以交战国货币相对瑞士法郎不断下跌时，法郎仍比较稳定。停战时，德国货币对法郎已经失去战前约1半的价值，奥地利货币则损失大约2/3。军队消耗的资源超过税收和债券公开承认的数目，余下部分是从每一个装着纸币的口袋里收走的。德国战败，胜利国又送来第2张账单，战争赔款叠加在战时累积的债务上，政府欠的钱超过了受损经济和税收体系能够交付的数目，于是让那台帮助他撑过战争的机器继续运转，不停印钞。起初马克贬值只是众多苦难中的一种，到了1923年算是忽然数值向上，物价先是几天翻倍，后来几小时就翻倍。面包店早晨写在黑板上的价格，排队的人还没走到门口就已经过时。工厂开始1天发2次工资，妻子或丈夫等在厂门口拿到早晨的工资袋，立刻跑去商店，赶在钞票晚上死去之前花掉。最重要的本领不再是储蓄，也不是比较价格，而是速度。现在就买任何有用的东西，因为等到明天本身就是一个金融决定。照片看起来荒诞，是因为数字已经和日常生活断开。成捆钞票装满篮子和手推车，孩子拿钞票做风筝，纸币比它能替代的燃料还便宜，家庭便把钱塞进火炉。一张10亿马克的钞票，价值可能还不如印它的那张纸。可是笑话到了储蓄存折前就结束了，债务人逃过一劫，因为欠款的纸面价值已经崩塌，拥有土地、机器和存货的人手中至少还有东西。刚挣到钱就花掉的人，有时也能继续生活。真正无路可逃的是那些最谨慎的人，职员、寡妇、领取养老金的老人，还有1914年把黄金换成银行存款的家庭。想象上一集那只黑色铁盒，现在摆在柏林的厨房桌上。金币早已不见，几年前被银行收走，原处只剩一本存折，工整的字迹记录着几10年劳动，如今整笔余额只够买1条面包，也许连1条都买不到。德国不只是花掉了金币，它撕毁了让纸张像金币一样行事的承诺。一个社会看见谨慎受到惩罚，投机反而得到奖励，就会学到一种有毒的教训。人们不再相信耐心和规则能够保护自己，愤怒开始四处寻找罪人。阿莫斯把接下来10年里兴起的政治极端主义部分放在通胀的后代之中，历史学家则更重视后来的大萧条以及许多其他力量。那本被毁掉的存折确实属于这个故事，但不能假装它能解释全部历史。美国轮到自己时，发生在和平年代，命令通过广播和邮局来到家庭。1933年的一项行政命令要求美国人把大部分货币黄金，包括金币、金条和黄金凭证，交给银行或联邦储备系统换回美元。命令列出了一些例外。
一个家庭可以坐在厨房桌旁读完告示，打开自己的储蓄铁盒，再把金币带到柜台，因为继续保存已经成为联邦罪行。官方兑换价是每盎司黄金$20 67美分。第二年，在大多数私人货币黄金被收走后，政府把官方价格改为每盎司$35，一盎司没有改变，分配给他的美元数却增加约2/5，每1美元代表的黄金因此减少。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让许多国家用黄金购买物资，世界黄金大量流向美国。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同盟国设计了战后秩序。对外国货币当局来说，美元按每盎司$35固定兑换黄金，其他货币再与美元固定。普通美国人早已不能兑换黄金，外国中央银行却仍把这项权利视为新制度的根基。法国或德国的货币当局积累了美元，应该能把美元交给美国，按官方价格取回黄金。一个国家保管金属，制度里的其他国家则拿着它开出的收据。这个设计内部藏着一股张力。不断扩大的世界经济需要更多美元做贸易和储备，美国便通过海外支出与贷款把美元送出去。可是海外每多1美元，就多一份对黄金的潜在要求，而金库里的黄金并不会跟着纸张一起增长。只有外国政府更愿意持有收据，不愿取走背后的东西，制度才能运转。美国为战争和庞大的国内项目筹资，美元不断增加，官方黄金储备却没有同步增长。欧洲各国的货币当局看得懂账本，法国开始把美元换成黄金，再把黄金运回国内。一个著名版本把任务交给戴高乐派出的军舰，真实情况则是一项范围更广的官方政策。西德也考虑跟进。到20世纪60年代末，外国持有的美元要求权已经远远超过美国愿意按固定价格交出的黄金。历史上的问题不是一座空金库，而是门外的承诺已经大过门后的储备。1971年8月15日星期天晚上，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打断全国电视节目。正在观看暑期节目的家庭看见一张书桌、几面国旗，还有总统宣布的工资与物价管制，以及临时进口附加费。接着是一句话，改变了全世界的钱。它已经指示财政部暂停美元兑换黄金，暂时暂停。50多年过去，这项暂停仍未结束。这份声明关闭了人们所说的黄金兑换窗口，也就是外国货币当局用官方美元换取美国黄金的权利。他没有从美国人口袋里拿走金币，那件事几十年前已经发生，也没有揭开一座空金库。它结束的是一条规则，那条规则曾迫使美国用金属结清国际纸面承诺。那个星期天以后，美元不再代表固定数量的黄金，与美元相连的货币也失去了同一只毛。各国汇率可以彼此浮动，每种国家货币主要依靠法律、税收、中央银行政策以及人们对发行机构的信心。一份承诺上面的承诺变成由管理者维持的承诺体系。几千年来，钱最终总是某种稀缺实物，即使前面挡着纸张。1971年，世界中央货币体系跨进一个不同的时代，没有实物兑换的限制，持钞人和外国政府也无法再到柜台前要求任何物质。研究者史蒂夫·汉克和尼古拉斯·克鲁斯统计了56次现代恶性通货膨胀，严重到物价能在几个星期内翻倍。人人记得喂马的画面，可名单横跨不同大陆、政府和意识形态。与黄金或白银挂钩的钱也会以许多别的方式失败。银行会倒闭，经济会陷入萧条，政府会改变规则，获得金属的机会也从来不平等。书中指出，可兑换的实物本位不会制造这种失控螺旋，因为充当货币的实物无法按照一道命令的速度成倍增加。现代中央银行通常追求温和得多的结果，让物价缓慢上涨，而不是爆炸。管理得好，一年一年很难察觉；管理得坏，一季之间工资和面包就能被拉开很远。两种情况下，货币单位都被设计成随政策改变，而不是保持为政治之外某种东西的固定重量。这场转变之后，还有一个物理细节留了下来：结束黄金兑换的政府并没有把剩余金属当成废物，中央银行继续把大量黄金锁在守卫森严的房间里。许多银行至今仍把黄金视为一种资产，因为它不需要另一个政府履行付款承诺。公开说法是，货币已经不再需要黄金。
机构的实际行为却表明，当承诺遇上另一份承诺，黄金仍可能有用。战争融资打破兑换，储备不断集中，最后货币除了发行者本身，再没有任何可要求的东西。雅普酋长拒绝接受太容易造出的实币，而现代货币的供应现在可以由政策直接改变。书中认为，容易增发的货币影响不只停留在价格、储蓄和战争，它会改变人们向前看多远，改变人们建造什么、吃什么，甚至怎样理解自己。下一集，斯坦福大学的一间安静小屋，一个独自坐在桌边的孩子，一颗棉花糖，还有能够预示一生的15分钟。20世纪60年代末，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一间朴素的小屋里，摆着一张小桌子和一把小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4、5岁的孩子，桌上的盘子里放着一颗棉花糖。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刚刚向孩子提出一个条件，条件很简单，你随时都可以吃掉它，但米歇尔就要离开房间，如果他回来时棉花糖还在盘子里，孩子就会再得到一颗，2颗都可以吃。现在吃1颗，或者以后吃2颗。门关上了，15分钟开始，有些孩子门还没关完就把糖吃掉，另一些坚持到底。那些成功的孩子大多靠和自己搏斗，有人坐在手上，有人遮住眼睛，还有人把椅子转过去。面对墙壁，米歇尔保存了他们的性命。几十年后，他找到那些已经成年的孩子。后续研究发现，总体来看，当年愿意等待的人，学业成绩更好，大学入学考试分数更高，体重较轻，也较少染上成瘾行为。阿莫斯在自己教的每一门经济学课上都讲这个实验，他称之为经济学最重要的一课，也惊讶于大多数经济系竟然完全不提。2堆东西又回来了，已经存在多少，以及还能增加多少。只不过这一次2堆都不是黄金，一边是今天的你，另一边是10年后的你。你口袋里的某样东西一辈子都在教你，两边究竟哪边更重要。那间屋子测量的东西有一个名字，时间偏好，也就是你会给未来打多少折。说的直白一点，未来要多付给你多少，你才愿意拒绝现在。米歇尔实验里的孩子开价是1颗棉花糖，等待15分钟。每个成年人也会开价，而且没有人的价格是0，因为未来只是一份承诺，你必须先活过现在才能领取它。不同人的价格相差极大。这本书认为，比起才华、运气和魅力，这一个数字更加悄无声息地支配着一生。证据散落在任何普通的一周里，选加班还是晚上出去玩，选现在工资高的工作，还是5年后才有回报的培训，买一辆可靠的2手车，还是贷款签下那辆闪亮的新车，整个学期每周都学习，还是期末前一夜突击。这是阿莫斯最喜欢的版本，也是他给学生出的选择。没有人从外面给这些决定打分，为现在付账的人和将来收获的人其实是同一个人。按书中的算法，你每天只和别人交易几次，却从早到晚和未来的自己交易几十次，一生如此。而这些交易没有人负责执行，没有合同，没有法庭，也没有证人。你对未来自己违约，付出代价的就是未来的你，而他无法起诉。阿莫斯认为，一生中这些内在交易加在一起，最终比外部世界对你做的大部分事情更有分量。他把证据摆在尺度两端，一端是天赋异禀的运动员，赚过巨额财富，最后身无分文；另一端是收入普通的人，连续储蓄40年，给孩子留下比自己当年更好的起点。阿莫斯把故事讲成同一片海滩上的2个渔民，他们开始时除了双手什么都没有。哈利每天捕鱼8小时，吃掉收获，然后睡觉。明天和今天一模一样。琳达每天捕鱼6小时，吃的比自己想要的少一点，再用最后2小时阳光制作一样不能吃的东西，一根鱼竿。整整1周，他自愿成为海滩上最饿的人。那些夜晚没有给他任何回报，而且鱼竿完全可能失败。任何面向未来的计划都带着这种风险，所以等待必须许诺回报，理智的人才愿意等待。鱼竿成功了。第2周，琳达在同一片水域捕到哈里的2倍，他现在可以每天只干4小时，吃的和哈里一样，再用余下时间休息。可他选择捕鱼4小时，建造4小时，那些建造时间变成一条船。1个月后，他已经驶进深水，捞起哈里一生都没见过的鱼。
现在他每天只用1小时就能养活自己，之后所有劳动都流进更好的鱼竿、渔网和更大的船，让2个家庭向未来走。如果哈里的孩子照父亲的办法捕鱼，他们继承的就是父亲的一天，8小时赤手空拳，晚饭睡觉，一代又一代都一样。琳达的孩子却继承一条船、一套渔网，还有造出这些东西的习惯。每一代使用的工具都比上一代花更久建成，也能捕到更多东西。这个寓言在现实世界里还有一个结尾。今天海上有一艘名叫安妮丽丝·伊莱娜的船，是世界上最大的渔船，一座漂浮的钢铁工厂。从构想、融资到建成，用了几十年，最终在2000年完工。任何一天的渔获都不可能付得起这艘船，它靠一群人的积蓄建成，因为他们知道回报要几十年后才会到来。接下来几十年，他还会继续偿还他们的耐心。这就是琳达的选择，跨越几代人不断积累。按照阿莫斯的讲法，所有有墙壁的东西也是如此。每一间作坊、发电厂、实验室和医院，都因为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捕到晚饭，却没有把全部收获吃掉。你向未来索取的价格，并不是性格里固定不变的一块，它会随年龄、处境以及周围世界怎样对待愿意等待的人而改变。恐惧最先推高这个价格，在战争和犯罪能一夜夺走一切的地方，只有傻瓜才为明年计划。未来一旦不安全，就会变得不值钱。财产权不安全，也会把人推向同一个方向，沉重税负则会消掉等待的回报。阿莫斯又把一股压力加入名单，而你每天都拿在手里，那就是钱本身。你和未来自己的几乎每笔交易都由钱来运送。储蓄就是把今天的劳动交给顺流而下几年后的那个人。他在大多数方面像个陌生人，你永远不会真正遇见他，他也不能向你道谢。你只知道等他来到这里，一定需要你送出的东西。货币就是信使。第3集里，那位信使是厨房铁盒里的金币，而且他按时送达。一个工人的工资跨过整整一代人，完整来到孩子手中。等待没有成本，所以普通人愿意等待。这位老信使的履历非常漫长。公元301年，戴克里先皇帝命人把最高限价刻在罗马世界各地的石头上。按照书中的算法，把那些价格通过黄金换算成现代货币，1磅牛肉大约4美元50美分，1品脱啤酒大约2美元。橄榄油是奢侈品，每品脱接近20美元。17个世纪以后，一顿用黄金标价的晚餐，成本仍和当年大致相同。新货币却在公开场合做出相反的承诺。管理货币的银行直接宣布自己的目标，永远保持1点通胀，让货币每年故意失去一小片价值。这样一来，你和未来自己的每笔交易都要重新定价，信使开始抽成，等待因此要付费，借钱反而得到补贴，因为你偿还的钱比当初借到的钱更不值钱，还是同一张桌子，还是同样2堆，一颗现在吃，或者2颗以后吃，只是有人调低了等待的回报。阿莫斯认为算术只是影响较小的一半，因为这种习惯不会留在银行里。一个人的钱如果奖励等待，他会把很多事情都指向未来，培训、婚姻、名声，还有所有多年后才有回报的交易。一个人的钱如果惩罚等待，他会慢慢学会相反的倾向，每年消去一小片。没人让你坐下来正式讲这一课。能保值的钱教人耐心，会融化的钱教人赶快消费。世界离开黄金后的半个世纪，读起来就像实验结果正在送达。1970年，西方7个最大经济体每挣1美元，平均储蓄将近13美分，到2015年只剩不到3.5美分。这是书中自己的统计，在一个人的工作生涯里下降接近3/4。同一时期，普通西方家庭从几乎没有债务变成欠款超过1整年收入，借钱的性质也在途中改变。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放贷意味着建造，借出的钱压在一季收成、一条船、一间作坊上，就像琳达借钱完成她的船。按照书里的讲法，新时代发明了另一种东西，信用卡和消费贷款，借来的钱直接用来吃晚饭，计划里没有任何一条船。阿莫斯还指出，就连富人现在也会拿财富做抵押借钱，而不是量入为出。他用农民的一句话给这个时代归档：吃掉留种的粮食。
他也承认，一个社会可以连续吃上几年，却没有察觉少了一顿饭。味道会出现在普通计划里。100年前，一个家庭希望靠自己存下的钱支付房屋、教育或婚礼。今天书中说这句话听起来像童话，而购买未来的正常办法是先把未来借来。有一个国家正好可以做一组整齐的对照。瑞士把珐琅与黄金挂钩，直到1934年，珐琅背后的金库则维持到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其他国家的储蓄率滑进个位数，有些年份甚至低于0，瑞士人的储蓄率却仍保持2位数。这一切不是偶然发生，也不是秘密进行。会融化的钱先是一个观念，后来才成为政策。相信这种融化能拯救世界的人，把它变进了制度。他们的理由很严肃，钱如果安静躺在铁盒里，对谁都没有用，让它慢慢融化，就能逼它流动，让工厂继续运转，让领救济面包的队伍缩短。20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这套论证，而且讲得极其精彩。与他对立的是一个认定融化本身才是疾病，却被装扮成药方的学派。双方把一个世纪分成2边，其中一边赢得了地球上几乎每一个政府。下一集，一场地震重创世界最大的铜矿。几分钟内，全球屏幕上的一个数字开始移动，却没有任何人负责推动。这个世纪最伟大的论战就围绕那个数字展开：钱的价格究竟该不该由某个人来决定？2010年2月27日，天亮以前，人类记录过的最强地震之一撕裂了智利海岸。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开采的铜比智利更多，矿山受损，运送铜矿出海的港口也遭到破坏。几分钟内，地球上每个国家的屏幕都有同一个数字开始移动：铜价上涨6%。没有人下令，没有委员会开会，也没有人起草公告，价格自己动了。接着，世界各地从未谋面的陌生人，那个早晨甚至不会听见智利这个词，却开始做出正确反应。工厂经理发现铜忽然变贵，便推迟订单，寻找替代材料。其他大陆的矿山看见同一个数字，加快开采，一片海岸沦为废墟。几天之内，各地供应开始填补缺口，价格慢慢回落，增加的收入也帮助受损矿山重建。没有人负责指挥，所有人却都服从了。阿莫斯用那个早晨撑起全书第6章，也把一个问题放在下面：如果一个数字能够组织全世界对地震做出反应，谁有资格决定这样的数字？过去100年，经济学最大的争论恰好围绕一个价格。这一集就是那场论战。智利那个早晨是一个古老观念穿上了现代衣服。1945年，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发表一篇论文，只有11页，今天仍有人阅读。他认为经济中最困难的问题不是决定如何分配东西，而是做决定所需的知识散落在数百万人的脑海里，根本无法全部收集。矿山工程师知道进水的矿井还能产多少，工厂经理知道哪些订单可以等待，世界上没有一间办公室能够知道一切。哈耶克认为，价格就是答案在公众面前自己形成，所有陌生人掌握的知识被压进一个数字，恰好告诉你该怎样应对。工厂经理根本不必听说地震，因为那个数字已经带来地震对它意味着的一切。这篇论文不断履行。几十年后，有个人读到它，取出其中最核心的观念：分散的知识胜过中央天才，然后创办了维基百科，一部由所有人编写却不由任何地方统一运行的百科全书。把同一个观念倒过来，就得到书中下一个例子。1922年，哈耶克的老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预言，一个拥有一切的国家会失败，不是因为没人愿意工作，而是因为没人能够计算。政府如果同时拥有钢铁厂、汽车厂和火车厂，整条生产链上都没有真正价格，也就无从知道钢铁应该变成汽车还是变成火车。做一份问卷，所有公民都会说自己想要法拉利，只有让人从自己口袋里付出的价格，才会说出他真正想要什么。接下来的世纪以可怕代价运行了米塞斯的实验，结局和他的预言一样，货架空空。地球上几乎每个国家至少在鞋子和面包上都学会了这堂课。今天你遇到的绝大多数价格都由市场形成，可阿莫斯指向那个例外，而且它一点也不小。
无一例外，每个国家仍有一个价格，按照旧办法决定，在一间房里由一个委员会按照日程开会。美国的决定者大约10几个人围坐长桌，一年开会数次。他们选定的数字几分钟内就出现在铜架能够到达的每一块屏幕，全世界随即调整，就像当初回应地震一样。同一个数字仍在推动地球，只不过这次有一位主席为了说出这个价格，整季故事走到现在才把它挣来。第5集讲今天的你和未来的你之间的交易，利息则是陌生人之间的同一笔交易，储蓄者等待，因此获得利息；建造者不愿等待，因此付出利息。它就是耐心本身的价格。长大后的琳达站在交易两边，他的积蓄赚取利息，他的造船厂借款支付利息。如果委员会把这个价格压到低于全世界真实耐心形成的水平，他就会向各地建造者发出一道信号，而且和铜价的信号正好相反，金库里仿佛存着比实际更多的耐心。接着还会发生一件事，书中给他一个家庭画面，我们用货币衡量其他一切，而一个能移动货币价值的委员会，就像一家能够重新定义1米有多长的机构。打1米缩短，纸面上全国每栋房子忽然都变大了，可没有一栋多出一个房间。真正的变化只是工程师从此无法施工。现在论战开始，要明白其中一方为什么获胜，必须先从领军者的眼睛看世界，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所有证据看起来都站在他这一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眼前的世界按教科书本不该存在。工厂完好，工人想工作，田地能够生产粮食，繁荣所需的一切物质条件都在，却一起闲置，而且一闲就是几年。他的诊断是经济会像发动机一样熄火，而原因可以只有恐惧。信心崩溃，人们停止消费，消费停止，工人失去工作，新失业的人也停止消费，于是恐惧喂养自己，一路向下，就连节俭也会反咬一口。一个家庭更加努力储蓄，是谨慎，可整个受惊的国家同时储蓄，商店里的支出会进一步减少，发动机转得更慢。这和琳达的海滩迎头相撞，两个道理在各自天气里都真实。正因如此，这场论战延续1个世纪，仍没有一方把另一方击倒。凯恩斯的药方随之而来，如果普通人没钱花，企业也不愿花，还有一个行动者能够花钱，政府。雇人、建造、支出，必要时印钞，把钱交到会使用的人手中，打破这道螺旋。有人说，经济长期来看会自行恢复。凯恩斯给出经济学史上最著名的回答：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他写道，经济学家如果面对风暴，只会说等暴风雨过去，大海终会恢复平静，那就给自己安排了太轻松的任务。凯恩斯认为，等海面平静，对正在溺水的人毫无安慰，而当时有数百万人深陷风暴，他给掌权者一件能够立刻去做的事。另一块黑板属于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和他的学生哈耶克，他们的回答要从更早一步开始。发动机不是崩溃时才坏，而是几年前委员会把耐心的价格压得太低，就已经坏了。书中用一个寓言承载这套论证。开发商要建100栋房子，每栋用1万块砖，总共需要100万块。一个不诚实的承包商为了赢得项目，承诺只用80万块砖就建120栋。几个月里，一切看起来像奇迹，120座地基同时出现，到处都有墙壁升起。开发商对节省的钱十分满意，还给自己买了一艘游艇。纸上的数字从一开始就错了，工地上的砖却没有错。终于砖堆用完，开发商只拥有120栋半截房子，价值甚至不如脚下用掉的砖。奥地利学派说，廉价信贷对整个经济做的就是同一件事。繁荣是谎言，萧条是真相，终于到达。于是2块黑板给出相反命令。崩溃来临，凯恩斯说，不计代价的支出，先停住螺旋。奥地利学派说，廉价信贷正是你来到这里的原因。让半截房的失败，让价格重新说出真话，而且越早说，真正的建造就能越早恢复。他们的证据是一场没人记得的崩溃。1920年，美国经济产出下跌的速度几乎前所未见。当时的政府削减自身预算，什么都没有做。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讲法，18个月后一切就结束了。
9年后开始的大萧条，却遇上那个时代想得出的每一种干预，最后持续10年。几十年后，第三个角落的米尔顿·弗里德曼重新解读整件事，把责任推给裁判。他认为中央银行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太少。货币供应崩塌时，他本该向银行放水，却任由资金枯竭。美国中央银行在1914年开门，三方争论的每一次崩溃都发生在他的注视下，而每一方都用自己的方式解读这个事实。论战后来还有几轮，证据也会向两边切割。1929年崩盘前几天，美国最受推崇的经济预测家欧文·费雪还在报纸上宣布，股价已经到达永久的高原。委员会时代开场时，最优秀的专家连5天后的事都看不见，可是奥地利学派也积累了自己的尴尬。一次又一次复苏在凯恩斯主义管理下到来，而他们不断预言的崩溃始终没有发生。接着20世纪70年代同时扭弯了所有人的教科书，通胀和失业一起上涨，而战后共识说这不可能发生。40年代以来看似已经结束的论战从此彻底重开，必须说明历史没有宣布赢家。大萧条是经济学中争论最激烈的事件。1920年的故事是奥地利学派的解读，并非共识。今天世界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站在凯恩斯那边，这套系列改编的书则从另一个角落出战。没有争议的是哪一方赢得了政府。凯恩斯给权力一份诊断，而诊断里权力本身就是药方，历史上没有政府会拒绝这样的处方。他的学生建立政府部门，编写教科书，做进委员会。奥地利学派得到的却是流亡，他们无人阅读，没有资金，只能不停念叨那些砖。后来连一位共和党总统也耸耸肩说，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到那时所有看得见的战场都已经分出胜负。奥地利学派输了半个世纪，政府部门、教科书、大多数诺贝尔奖委员会还有整个世纪都站在另一边。1984年85岁的哈耶克在弗莱堡大学接受采访，他用自己说过最灰暗的一句话总结一生的事业，除非把货币从政府手中拿走，否则我们再也不会有好钱。然后出现了奇怪的部分，也是这一整集一直走向的地方。他说，我们不可能用暴力从他们手里夺走货币，我们能做的只是用某种巧妙的迂回办法引入一样他们无法阻止的东西。哈耶克在1992年去世，16年后才有人找到那条路。下一集，美国历史上最大银行倒闭6个星期以后，一个冷门邮件群组收到一封来信，发信人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人，信里描述了一种货币。其实你已经见过它，第1集里它就立在海岛的小路旁，重的谁也偷不走。2008年11月1日，6个星期前，拥有150多年历史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破产，也带走了全世界的信心。各国政府正在印出数千亿美元用来救援。就在这时，一个只有几百人阅读的小型密码学邮件群组收到一封陌生来信，发信人的名字没有人认识，中本聪。邮件很短，他说自己一直在研究一种新的电子现金系统，完全点对点，不需要可信的第三方。下面附着一篇9页论文的链接，没有公司，没有回邮地址。直到今天，人们用尽各种办法搜寻，仍没有谁能证明他究竟是谁。按照现有记录，寄出那封邮件的人根本不存在。邮件描述的是一种货币，而你早已见过。第1集里，它就立在太平洋小岛的道路旁，重的无法移动，更重的谁也偷不走。要看清它到底造出了什么，先要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说这件事不可能，给朋友发一张照片。他收到了，你手里却还留着一份，这就是数字的含义，每次都是复制，可以无限复制，而且没有成本。对照片来说妙极了，对货币却是致命问题。如果钱只是一份文件，付款就等于把副本发给别人，自己还保留一份。午饭钱同一枚钱就能被你花上1000次。实物现金从没有这个问题，把硬币交给别人，它就不在你手里，完全不需要裁判。可硬币无法沿电话线送走，而越来越多的生活正在电话线上发生。所以自从计算机出现，每笔并非面对面完成的付款，中间都需要一名裁判。银行、信用卡公司、
或者像贝宝这样的服务，必须有人保管一份唯一真实的名单，记录谁拥有什么。你付款时从你那一行减去，再加到对方那一行。这套办法确实管用，但这也意味着你的钱要穿过别人的大楼，服从别人的规则，而你已经看过保管名单的人能做什么：冻结它、暂停兑换，或者替自己印出更多。一名能够阻止付款的裁判，也可以被政府、法院或者一条你从没读过的规定要求阻止付款。你花过的每一美元数字货币之所以能够移动，都是因为中间的人允许。聪明人花了30年试图摆脱这个问题，每次尝试都以同一种方式死去。没有裁判，数字硬币总能被复制。所以中本聪面对的是从未有人解决的难题：把一枚数字硬币真正交给别人，让自己不再拥有它，同时中间没有任何裁判。答案并不新鲜，人类曾经用石头解决过一次。雅普岛上没人能用邮件发送石币，那些石轮比卡车还重，而且从不移动。用石币买房时，没人需要用力，你只要站在全村人面前，宣布石头现在属于卖家，整个村子都会记住，村子就是账本。真正的钱从来不只是石头，而是所有人对石头的共同认定。比特币就是把那座小岛重建成整个星球，它没有硬币，也没有任何实物能让你拍照或者装进口袋，只有一本账本，一份不断延伸的名单，用数字记录谁拥有什么。每枚币可以分成1亿份，所以既能给豪宅定价，也能给一块口香糖定价。雅普岛上全村人的共同记忆保存名单，这里每台加入网络的电脑都保留一份完整副本，全世界数千份账本无时无刻不再互相核对。付款时你并没有发送任何物体，只是向整个网络宣布这些币现在属于他，地球上的每一份账本随即一起更新，中间没有人，也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现在看看这一设计抹掉了什么？金本位以后的每个故事最后都来到同一扇门前，金库。黄金是地球上最难增发的钱，可要隔着距离使用，首先必须把黄金集中起来，送进银行，再送进中央银行，最后送进几十间守卫森严的房间，把钥匙交给你不得不信任的人。你也看过拿钥匙的人做了什么。1914年他们锁上大门。1933年他们把持有大部分货币黄金变成犯罪。1971年他们永远关闭兑换之门，把金属留在里面，把所有人的纸张留在外面。这种货币没有金库，没有房间，没有钥匙，也没有拿钥匙的人，没有地方可以集中，也没有谁需要守卫，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不在任何单一地点，它同时存在于每一份账本里。你用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持有自己的币，整个村子确认它们属于你。没人能从一栋你从未见过的建筑里把它冻结，因为根本没有那栋楼，没有官员需要请求，没有国界需要走私，也没有一道签字挡在一个人和自己的积蓄之间。人类第一次拥有一种难以增发的货币，可以沿电线传送，却从不需要走进金库。可是人人都能保存的账本又带来一个危险：如果全村就是整个互联网，怎样阻止陌生人在账本上把自己写成富翁？中本聪在这里借用了黄金。新币不是印出来，而是挖出来，而且挖矿需要真实劳动。世界各地的电脑争相破解一道困难却故意没有实用意义的谜题，最先解开的人可以写下账本的下一页，并因为这份劳动获得全新的币。想伪造账本，就必须同时跑赢地球上所有城市机器，烧掉的钱会比你可能偷到的还多。作弊只是更昂贵的诚实，所以没人愿意尝试。书中用一句话概括：100%验证，零信任。接着出现黄金从未有过的转折。还记得什么杀死了雅普石币吗？一个人，一条船，一箱炸药。奥基夫让石头容易取得，石币就死了。黄金也带着同一种疾病，只是症状更轻。价格涨得足够高，时间足够久，全世界就会开采更多金矿。在这种货币以前，每一种钱都有一条船正在驶来，也许是更好的工具，也许是更便宜的增产办法，总在近海等待。可是这一种没有船。网络观察投入了多少算力，每隔大约2个星期就重新调整谜题难度，让它始终同样难。所以无论多少人挖矿，无论烧掉多少电，新币都按照同一份缓慢日程出现，
1分钟也不会更快，更加用力并不能得到更多币，只会得到更难的谜题。5000年货币史从未做到的事，现在被写进简单算术。你越想制造更多，它就变得越难。道路尽头还有一个明确数字，新增量每4年减半，一直如此，缓慢逼近一道永远不会越过的上限。2100万枚，1枚也不会更多。最后1枚大约要到2140年才会挖出，全世界都能数清的总量，旁边是一股固定溪流。货币史上第一次，它完全不在乎你多么渴望得到更多。最初一段时间，它什么都不值，只是几十名程序员之间传递的奇怪玩具，用家用电脑挖出，买不到任何东西。2009年10月，有人第一次算出价格，他把生产这些币的机器消耗的电费加起来，再进行分摊，然后卖出一批5050枚，换来$5.02，每枚大约1/10美分。这是世上第一次有人用真实货币交换账本上的这些数字。钱并不多，只是几美元，可它跨过的界限就是一切。界限这边是一场游戏，另一边是一个市场。7个月后，2010年5月，一名佛罗里达男子提出，谁替他订一顿晚饭，就付给谁1万枚比特币。有人接受了，2张披萨价值25美元。人们把它记作这种钱，第一次在现实世界里买到真实物品。其实他买的并不只是晚饭，他是在证明这些数字可以伸进世界，再带回你能拿在手里的东西。看看这是什么？因为同样的事已经发生过4次。贝壳、珠子、石头、黄金，每一样起初都是有人觉得漂亮或有趣的稀奇物，后来才慢慢成为保存劳动并交给下一代的工具。这本书认为，新货币遵循世上最古老的剧本。一件东西成为货币，不是因为国王宣布，而是因为一个又一个人决定继续持有。它先是密码学家手里的收藏品，就像雅普石轮在成为财富以前也只是收藏品，然后从一张普通披萨开始，一步一步成为钱。中本聪发出的第一批比特币交给一个名叫哈尔芬尼的人，他是一位资深密码学家，也是少数认真读完那封邮件还回复说想法很有希望的人。第1个星期，芬尼就在自己的电脑上运行软件，帮助年轻的账本活下去。他最早的一条公开消息几乎什么都没说，只有几个字：正在运行比特币。几年后，他离开人世，而他的贡献早已织进一台不再需要他的机器。因为中本聪做过最奇怪的事，就是离开。2010年完成建造以后，他开始慢慢推到后面，发出最后几封消息，把密钥交给愿意继续维护的人。到了2011年某个时候，他就这样停止出现，没有告别。金币以来影响最深远的货币，它的发明者转身消失，系统却连闪烁一下都没有。中本聪把它造的从来没有谁能拿着钥匙，不是酋长，不是国王，不是银行家，甚至不是造出它的人。书中认为，无人掌舵的货币正是全部意义。他留下的东西被这本书称为人类发明过最难增发的货币，而且难的原因世界从未见过。黄金难以增加，是因为化学你无法凭空变出黄金原子。比特币难以增加，是因为算术你无法凭空变出更多币。那场从海滩开始的搜索，要寻找任何机器都不能让它变廉价的东西。最后找到的不是一种更好的金属，而是一条规则。可是这本书的作者用最后2章讨论比特币做不到的一切。清单上最奇怪的是最后一项，没有人能够改变它。敌人不能，发明者不能，甚至爱上它的数百万人也不能。虽然下一集开场时他们就要为此开战，下一集比特币做不到什么。2017年，最热爱这种货币的人为了它开战。敌人不是政府，不是银行，而是彼此。最后看来，他们甚至是在对抗比特币本身。整整2年，比特币早期最著名的一些拥护者、知名开发者、最大的矿业公司，还有几乎从开头就在场的人，争着改变系统深处的一项设置，只有一个数字。表面看来，那只是技术细节，限制网络一次能够承载多少东西。下面却藏着一切。它决定这种货币长大以后是让人拿来花，还是让人拿来保存。主张改变的一方有名声，
有资金，有机器，按照衡量权力的普通标准，他们理应获胜。可他们没能让原来的网络服从。卧室、办公室和后屋里，普通人运行着自己的账本副本，继续选择旧规则。那支联盟可以发布新软件，也可以把机器搬去别处，却无法迫使这些普通电脑接受。比特币最知名的面孔之一最终放弃了。他向报纸宣布，整个实验已经失败，再卖掉自己持有的全部比特币，原来的账本继续运行。这是本书最想让你明白的最后一件事，也是最奇怪的一件事。金币以来最重要的货币有一张很短的清单，列着他做不到的事。清单第一项就是没有人能够简单下令让他改变。这场战争偏偏从一杯咖啡开始。试着直接在比特币基础账本上结算一杯咖啡，你轻轻一点，然后开始等待。每笔付款都要让全世界的电脑核对并达成一致，而他们大约每10分钟才核上一次账本。咖啡师在等，身后的队伍也在等。你为了插队付出的手续费可能比咖啡本身还贵。像维萨这样的卡组织，在全球每秒能够处理几千笔付款，比特币基础账本每秒只能处理几笔，不到10笔。要承载维萨的规模，每台保存账本的电脑每10分钟都得吞下一卡车数据。最后，地球上只剩几家巨型公司负担得起完整账本，那等于亲手把系统交回他原本想摆脱的强大中间人。所以，这种货币保护$3的咖啡，用的竟然和保护一笔巨额财富是同一套机器。书中一位作者给出一个绝妙画面，这就像在孩子的沙坑周围驻扎一整支军队，为了这份工作建造的夸张又荒唐。这就是争论。一边说修好它，把区块做大，让网络承载更多，让它能够买咖啡，让它成为人们真正会花的钱。他们的理由很公平，也是任何人都会提出的疑问：不能使用的钱又有什么用？另一边却说绝对不许动，做得更大就会变得更重，而沉重恰好会杀死它。普通人保存不了的账本，早晚会被巨头拿回去。双方公开争斗2年，言辞恶毒，两边都投入真金白银。最终，原来的网络保留较小的限制。后来，人们在上面建造出更快的支付系统，可基础层仍维持较慢的交换条件。普通人继续能够亲自保存账本，他宁愿成为黄金，也不愿成为维萨。对基础层，书中给出的结论轻松而明确。比特币是购买咖啡的糟糕办法，而且本来就不可能擅长这件事。他做不到的第二件事，书中也说的直白，就是保持稳定。比特币价格的波动几乎超过任何可以买到的东西，大涨大跌，没有你能据此计划的日程。书中自己的解释反而简单的让人放松，它还很小，它只占全世界货币很小的一角，因此每一个走进市场的大买家和大卖家都能把它推来推去，就像大船海洋里的一叶小舟。它又不能像中央银行管理货币那样伸缩自身供应，平息海浪，因为供应根本不能伸缩。这就是全部设计，规则越稳定，价格反而越摇晃。当然，每种货币都会相对某样东西波动，就连跨越世纪看似稳定的黄金，也会一年一年跳动。你口袋里的美元之所以显得不动，只因为你用美元给其他一切计价。比特币只是年轻的、迅速的、公开的摇晃。书中认为，如果有一天比特币大到单个买家无法先动，波动也许会平静，但他没有做出保证。只听过外界喧闹的人，往往会被下面这点吓一跳。书中不止一次警告，价值很可能长期波动，整个实验仍可能失败，而且永远不要投入任何你承受不起损失的钱。一本被全世界称为比特币信徒圣经的书，却在自己的书页里提醒你小心。不管它还是什么，它绝不是一段推销话术。他做不到的第三件事，要看人们怎样把它的魔力装进瓶子，再把空瓶出售。比特币出名后，地球上每家银行、每个政府、每场会议都流传同一句话：比特币只是短暂风潮，下面的技术才是真正革命。那本共同账本，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区块链，保留聪明的账本，丢掉不受管束的比特币，再把技术用到所有地方，银行、投票、航运、土地登记，什么都可以。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讲过一个关于这类想法的故事。战争期间，货运飞机降落在遥远的太平洋岛屿，
卸下当地人从未梦想过的丰富物资。按照费曼的讲述，战争结束，飞机不再飞来，岛民便照着地勤人员的样子复制，用稻草铺出跑道，在两侧点燃篝火，再让一个人坐进小屋，把雕刻的木棒戴在耳边，假装耳机，看得见的外形都有了，让飞机飞来的庞大系统却不在。费曼把它叫做货运崇拜。只要区块链不要比特币，就是书中的货运崇拜。共同账本不是一种装在银行上就能让银行加速的聪明数据库，它故意比普通数据库更慢更笨重，只为了买到一样东西，不必信任中间的任何人。拿掉奖励诚实参与，也让作弊变昂贵的比特币剩下的账本就失去了必须如此笨重的理由。阿莫斯在2018年写作时，这场淘金热已经制造许多会议、精美演示，却几乎没有普通人能够使用的成果。他的判断是，人们保留了稻草跑道，却把飞机遗漏了。那么，如果比特币买不了咖啡，价格无法稳定，又不能改变，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它究竟有什么用？书中的回答是，我们一直把画面想错，不要把它当成拿来花的钱，要把它当成拿来保存的钱。它不是一种更好的支付办法，而是一个更好的地方存放你已经挣到的东西，让劳动的价值停留在那里。没有人能够印出更多，也没有人能伸手冻结或拿走。书中把它叫做数字黄金，献给一个丢失了真黄金的世界。对普通储户，书中的主张是，这会改变薄弱点所在的位置。旧制度的终点是金库、国界或印钞机，总有一个地方权力能够稀释货币、冻结兑换凭证，或者制造更多。比特币没有一道可以封锁的门，也没有一台可以启动的印钞机。持有它当然仍有风险，但直接拥有会移除一个人们熟悉的薄弱点，别人无法从那里改动记录。在大型机构之间，它还可能承担黄金过去的工作。在银行之间、国界之间结算巨额账户，就像诚实的拜占庭金币曾为中世纪世界结算一样，只不过现在几分钟就能完成，而且不必让一艘装满金条的船离开房间，所以它不是你口袋里的钱，它是钱背后的钱。这里需要一句诚实的话，这一切还没有发生。书中是在下注，不是在报告结果。它描述的是一个也许有一天会到来的世界，而许多严肃谨慎的人确信那个世界永远不会出现。所有希望都是对未来的主张，而未来还没有投票。这就带来全书最奇怪的想法，究竟怎样才能杀死比特币？禁令做不到，因为它同时活在每个地方，也不属于任何地方。花更多钱压倒守卫也做不到，因为那只会让你付给守卫更多报酬。书中真正的答案是一个安静却锋利的笑话。只有一种干净办法能让比特币变得毫无意义。世界各国政府只要回到没有人能够随意印出的货币，诚实维护健全货币，就再也没人需要逃生出口。治愈比特币唯一可靠的办法，恰好是整本书认定掌权者永远不会自愿选择的事。于是所有故事又回到一张小桌子，一个孩子，还有一颗棉花糖。现在吃一颗，或者以后吃2颗。这就是所有故事下面的考验。雅普和罗马1914年那条渔船，还有一个不存在的人寄来的邮件。我们遇见的每一种货币，其实都是一台机器，用来回答一个微小而人性的疑问：等待值得吗？难以增发，谁也无法让它变廉价的钱，就是可以花出去的第2颗棉花糖。它保存你的耐心，等你回来领取。会融化的钱恰好相反，每一天都轻轻推着你，别再等了，赶快吃掉。经历这一切以后，整本书的赌注归根到底只有一句：当人们真正能够自由选择用什么保存一生的劳动，而且能清楚看见会保值的钱和会融化的钱有什么不同，只要时间足够，他们就会选择更难增发的那一种。不是因为任何人强迫他们。直到最后一页，这本书仍坚持健全货币从来不是强加给人们的东西，它是人们自己选择的。也许这本书是对的，也许不是，赌局仍然开放。这就是比特币标准。5000年，从太平洋小岛外沉没的一块石头，到一个谁也无法下令改变的数字。下一部百书俱乐部作品是关于怎样处理存下来的钱最著名的一本书，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聪明的投资者》。感谢观看。